欢迎锁定 TG Times 强茂集团40周年的特别专访，我是刘姿玲。今天呢，非常荣幸请到2位重量级的嘉宾，这是强茂集团的兄弟党，他将在节目的现场呢，为我们来分析，还有呢解说强茂集团过去40年来一路携手走来，从无到有，迈向国际的心路历程。首先要来欢迎的是我们强茂集团的总裁方敏宗总裁，欢迎 Jason。嗨，主持人好。大家好，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来说说强茂的故事。另外一位呢是我们强茂集团的董事长方敏清 Jeff。嗨，主持人好，大家好。好，今天欢迎 Jason 跟 Jeff 来到节目的现场。那首先我请教总裁哈，当然大家很好奇，第一个，强茂为什么叫强茂？好，那当初是怎么发迹的？因为其实过去在很多的故事当中，我们也看到，这强茂集团过去好像跟砖窑有一些关系，而为什么又会走向我们的科技业跟半导体？好，当初取这个强茂，我想我们常常讲根强叶茂嘛。你有时候看市区一些树长得很高大。但是因为底下它的根不稳，常常台风的时候就倒了。所以我看到这一幕，我就希望说，一个企业是永续经营，它是应该是根强，它叶就茂，所以我才取名强茂。那为什么会从一个玩泥巴砖厂的小孩来变成来做这个科技产业？我想家里。爸爸那时代经营着这个八卦窑，所以我退伍之后，我马上就把它变成一个自动化的自动隧道窑。那经营了几年之后，我觉得当一个红砖的 local king 好像不符合我这个挑战的个性，所以我就到美国去了，去了解一下国外到底离开台湾之后，到底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机会。所以到那个时候到美国，就是也去寻求机会，了解美国的市场的产业到底台湾能够有什么样的一个机会。好，所以回来那时候就是说75年1986年那时候，因为想要有一个为台湾这个地方我们创造外汇的地方，第二个也能来丰富地方产业的一个内容，所以我们就在冈山。我笑着说，冈山为什么只有镂锡，不可以有 IC 呢？我就是偏要，所以我就选定在冈山那个地方。我想就是因为离乡背景了好多年，知道地方上面我们地方的这一些青年才子所需要的一个舞台。所以我们就将冈山在高雄冈山就当作我们在当地的一个，在这里扎根，在这里成长，在这里要扬名国际，这是的一个愿景。兄弟打拼，其利断金。那当初呢，兄弟携手发下这个宏愿，除了哥哥呢立下这个目标之外，我觉得 Jeff 也扮演了一个很大的角色。那当然，过去40年，我觉得在企业呢成长的过程当中，应该有遇到一些比较辛苦或是挫折的地方，怎么样来转型成为现在枝强叶茂的盛况？我想这个过程里面真的心路历程有蛮多的。那当然，首先是一个在过程里面。我跟我三哥就杰森就是他第8，我第9，就是在家里面排行。在过程里面，我们从小长大有很好的一个默契，所以其实这些所谓的分工更多的会是在互补。企业的经营有很多是属于打天下，后面是一个理天下，所以有人说策略重要还是执行力重要？即使在整个我的体会是2个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在整个前端的这些元件跟后端的这些执行，都是必须去做很有默契的去做配合。国外公司是靠一个系统，但是台湾的这些快速成长跟应变，我们系统的架构也是一种僵硬，但是如何靠台湾人的这一种所谓韧性跟特质，我们做了很多的快速应变，这也是强茂在近20年快速成长里面很重要的一部分。所以在企业的基因里面已经有
台湾很强的这一种所谓的类似土狗这样一个特性它的机灵，它忠诚，对客户的承诺我们不去做这样一个失败的一个 discommitment 所以相对的也得到很多从供应链、从客户很多的这一些的一个资源来成就强茂目前有这样一个position。其实刚刚 Jeff 讲到了我们很大的特质，所以呢，回顾过去几年有很多经济的大变化。那尤其是2025年，我想请 Jeff 跟我们回顾一下，因为最近大家都在讲这个 AI 的浪潮。虽然很多人看到这是应用端的需求，但的确我们也看到了有特殊领域的分工，像是 AI 的伺服器以及车用电子的部分。尤其强茂集团呢，在这2项琢磨非常的深。您怎么来看未来商业的成长？好，我想首先就是在强茂对应到整个市场的这一些中国就大陆那边整个 EV 电动车、新能源车的一个崛起，那边是一个很大。那在2021年的时候，它有一个转折下来。那在前5年又开始一个大浪潮往上去走。其实这过程里面，我其实也对于所谓新能源车对车载公司的一个也不算转型，而是另外一个 focus 下一个阶段的成长。我们往 automotive 跟 industry 从汽车跟工业这些领域，因为在消费性电子会相对的比较在整个所谓的成本竞争力这边大陆的崛起之后，我们会比较辛苦，所以逼得我们必须往另外一个更高阶的一个应用领域跟产品的发展方向去走。所以汽车近10年强茂一直很稳定的成长中。5年前大概只有就强茂的营收占不到10个百分点，大概18%左右。那到去年25年已经占到39个就是营收里面属于汽车的应用占到39%我想这些都是一个高的成长。这中间强茂做了很多的一些投资，包括从系统，包括从产品开发包括从客户的这些经营，包括客户的这些验证。所以强茂近5年就是 for automotive 这个 field 投资了将近超过100个亿台币所以这些都是强茂在发展的一个领域里面，我们看准了这是一个机会，我们会全力投入，从公司的资源，包括董事会，包括同仁，我们是一个人去。所以在下一个阶段我想近1-2年我们看到新能源车可能没有办法去高度成长，但是在强茂这个领域里面，其实是客户层级在改变的包括它应用是在改变的。所以这些的所谓很成熟的，包括所谓的智能座舱里面的，包括车灯，这些都已经很成熟了。但是强茂的下一个阶段会是在属于这些动力的传动系统跟更高阶的这些应用。那这一些都不跟所谓现在我们在谈一个 benchmark IDM 厂就是类似更高阶我们的标杆厂，我们往产品往这个方向去走，让客户也体验到强茂不是只有做很成熟的这些产品，而是在高阶产品我们也是有能力做这些开发跟交付所以再从品质系统、产品力跟这些市场客户，其实强茂在 EV 这一部分下一个阶段还是很乐观的，会去占更大的一个 TAM那 AI 其实真的是超乎我的一个预期我想近2年这些 AI 的这些技术发展突破其实真的是太快了。那因为据全部的这些包括资本市场资源、技术资源，包括人才资源全部投入在这里，所以它发展的相对会快所以早期的从 data center 到 cloud 这边，那是现在已经很成熟的这一块。但是下一个阶段我想包括所有的冷却系统那还有到所谓的地端，我们现在看到的都比较多在云端，但下一个阶段会更多的量会是在地端包括 Edge AI 或者其他。所以这是强茂对 AI 从云端到地端我们都已经在布局的一些产品那当然就是强茂的产品一直走来，我们有很多都是围绕着所谓的电能电热跟能源这些节能这一部分去走
所以从最早期的这些 diode， 从交流电变直流电，还有其他这些效能，那现在在走的都是这一块。所以产业领域里面这些的基础元件、功率元件是不会被消灭的、被取代的。所以在这个领域里面，我们任何的一些产品开发，就想着跟电有关系，如何能够去帮客户节省这些效能，那能够去提供这样子一个性价比、有竞争力的，就是往这方向去走。那在整个市场方面，我们会对应到的，我们组织跟市场区域客户，我们会更多的这些连接。所以这是整个构面是强茂在做发展的。刚刚 Jeff 提到了强茂呢抓住了未来的趋势跟发展。那接下来呢，我要请教 Jason， 因为其实集团呢在过去呢，不管是经济大事件或者是产品科技的变化上，其实也必须要因应客户做很多的调整。我们做了哪些改变来调整我们的脚步？好的，我想我们从卖零件开始，到知道客户怎么需要 total solution。所以我们这几年呢，除了零件之外，我们也在强化一件事情，就深耕客户，深耕有价值的客户。当你的客户层是在 Tier 1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们未来需要什么。所以在这个着眼点上面，我们就会开始去透过并购、透过转投资，去丰富我们这个Platform 上面的产品组合，能够来提供给客户 One Stop Shopping。那你这样子的东西，其实这个 Value Added 它才会比较大，因为它不是一个 Part Number 去做比价，它是一个 Solution Provider。所以我们在往这个方向去走，往这个方向去走，你不可能只有你自己的东西。它要一个主动元件，它要一个被动元件，它需要一个 IC driver。那这一些我们现在都具足往这个方向在进行。所以强茂未来它不会是一个零组件的供应商，它会是一个系统的供应商。那说穿了就是说，刚刚Jeff 讲到土狗。其实是如何机灵，如何忠诚。机灵就是你看到市场的机会，你如何抓住，你如何往这个方向走。忠诚是让客户能够 trust， 你得到客户的信赖。那当然，接下来这一个就是你的实现的能耐。但我相信 Jeff 带领的团队里面，我们绝对有这样子的一个共识。跟这样一个能力往客户要的地方走，所以强茂未来是一个可以站上国际舞台的一个亮眼的地方产业开始的一个公司，这是我希望达到的一个位阶。好，所以客户在哪里，需求在哪里，我们强茂就在哪里。对，所以接下来我们要来看到的是产品线。好，所以请教一下 Jeff， 因为包含了高压跟高频率的电源，跟包含保护元件的需求也是同步的攀升，所以其实市场上我们每次看到 Semicon 都有这几大主题包含了 Silicon Carbide Gallium Nitride， 甚至呢是 MOSFET， 大家都非常的关注。您怎么来看接下来的变化？好，我想从2月份就是日本Nippon 的这 Semicon Show， 强茂也在那边做一个算蛮成功的一个展示。因为第一个是从solution，就集团刚才 Jason 所提到的，集团这些资源都已经放在这个台面上，用动态模式给客户知道，所以用体验的方式去走。这中间有蛮亮眼就是蛮多的一个亮点会在Silicon Carbide的这些 MOSFET 的高压到1200伏这些的一个solution。其实这些产品强茂都一直在走。那强茂还是本身比较一个务实了，产品自己就内部的这些验证，包括系统的这些验证还没有 ready 之前，我们比较不会在媒体或者其他里面去做这样子一个 announce， 因为我们既然已 announce， 就是我们有能力去做这些交付。所以回到刚才就是主持人所提到的这些产品规划或者其实我们就是这些都是在我们道路上，在整个功率半导体道路上都一直在走的一条路。
所以包括使用 carbide 的哈，就是所谓的 compound 的这些宽能系的这些产品，强茂都是一直不会在这条路上是不会缺席的那很快的就会有这些产品在做市场的交付。产品很快交付，但是现在目前遇到一个卡关点，我们也观察到了，接下来可能1-2年，这地缘政治的变化也包含了目前看起来的中东局势，都影响着不管是运输或者是整个科技业供应链的供货潮。所以呢，不管是 supply chain 的管理跟经营，您目前呢是不是也在这上面做了一些调整？好，我想这次整个中东的这一些所有的战争的发生，那当然对于直接影响还是非常轻微的，因为主要供应链这些还是在属于亚洲地区，在整个半导体主要 supply chain 包括日本的这些原材，包括台湾，包括有部分的这些铜材是从中国大陆所以这些短期供应链觉得是还 OK， 但长期因为石油对于一些所谓的 chemical 比如化学品这一些是不是会有影响？那短期影响的会是这一些所谓包装塑胶类这民生用品这个在整个成本影响是比较是非常轻微的。所以在化学品这一部分，我们已经有用了蛮多的模式在做不同区域这些从供应链里面我会增加点，因为主要会是从中东这样子一个路径走的，那我们是只有用多一些的一个供应点来做这样一个预备。好，过去40年来呢，其实有许多的人都跟强茂一起来成长，所以展望未来，我要请教 Jason， 接下来不管是10年、20年，甚至我们的100年，我们都希望呢能够跟客户，还有包含我们所有的供应链一起共好。这个概念呢，从短期、中期跟长期的需求，我们目前呢是不是有一些比较初步的规划？是的，因为从 COVID 的事件造成 supply chain 的短缺，我们及时补上，让 Tier 1的客户看到我们了，然后在接下来的某一个欧洲半导体的这样子的一个分裂事件，让我们得到更多的机会。所以当我们有 Tier 1这些客户越多支持着我们的时候，他愿意跟我们分享更多产业未来他想要发展的方向。所以那当然啦，我们不可能任何的一样产品都是自己从无到生出来，用时间可以用钱去买时间，这是一个最棒的事情。所以我们会结合着业界既有的产品到我们这个平台上面，利用我们的出海口一起到世界一流的客户上面。因为要得到一个大客户的 qualify， 这是一个要走很远的路，你要很认真的路，你才能够得到信任当我们都得到这些的信任之后，下一阶段就如何丰富 product portfolio 是我们在进行的事情。所以我们也乐于跟大家共创共好，来将台湾这一个非明星产业的基础产业功率半导体，其实我们也不会妄自菲薄，因为这像我们 Jensen 黄所说的蛋糕里面，我们是最底层的那一个电力及算力，我们是做功率半导体，我们在这个电力如何用更好的 performance 来让高压的这一个电压能够最少的发热，得到最好的效率。我想我们在 AI 这一块有很大的一个空间，我们会来进行。那当然这些不是我们在过去的经验里面，但是我们现在结合着我们在欧洲的办公室，我们在日本的办公室，我们在美国的办公室，还有台湾这个地方的 ecosystem 里面，我们会融合到很多的这个产品机会跟技术的支撑。所以我想这也是强茂未来我们可以持续发展一个很大的空间，我充满着信心。是 Jeff 在经营管理方面有没有一些愿景也要跟大家分享呢？
因为其实以现阶段来看，就是强茂的下一个阶段的成长，我个人是蛮乐观，也蛮庆幸的。我觉得强茂的产品准备了，市场机会来了，我觉得那是蛮棒的一件事情。非常感谢 Jason 跟 Jeff 分享过去40年的点点滴滴。强茂40载要未来，期待呢未来更加的根强叶茂，生生不息。强茂有您，会与您一起来成长。拜拜。